大家好，我是曹伟东。美俄呀有一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那么这个呢是美俄之间呢现存的唯一的军事条约，因为此前呢美国单方面的就是率先撕毁了开放天空条约呀，还有中短程弹道导弹条约呀，这个已经都撕毁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是涉及到核武器的数量，还有投掷工具等等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在2010年呢双方签署的，2011年生效，当时说呢有效期10年。那么到了2021年，就是10年到期了，怎么办呢？说双方同意延长5年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条约呢延长到2026年啊。那为什么延长到2026年的事儿，现在才2022年，双方这个双边委员会在谈判的时间上就产生了矛盾呢？首先我们讲就这个条约里边有主要的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对核弹头的数量的限制，因为冷战时期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拥有大量的核弹头，那都是成千上万发部署的都是上万发，那都可以把地球毁灭，就是几次十几次就整个地球全给毁灭十几次这么一个数量。后来双方发现呢，说没必要，说地球毁一次跟你毁10次不是一样吗？双方还得花这么多的钱，所以呢就开始建立这样的条约，就是有一个足够比如说把地球毁灭一次的这个数量就够了或者是说能把对方就是确保相互摧毁的这个数量就够了。那么现在呢，就是限制到双方就是部署的这个核弹头的数量不能超过1550枚这是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是核弹头，可是这个洲际导弹，它现在一枚导弹可以运载多弹头多的可以运10个弹头呢，所以要限制你洲际导弹的数量也不能超过700枚。洲际导弹你不能超过700枚，因为我们知道像美国它俄亥俄级的是3叉戟第5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它这个民兵3是陆基发射的，发射井发射的，它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数量是不一致的那这个你现在就是核弹头数量限制了，洲际导弹的数量限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发射的这些工具你比如说你战略轰炸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核潜艇就战略导弹核潜艇，还有你的发射井或者是机动的发射车你不能超过800台或者是800个那是这样一个数量限制，实际上就是限制双方呢拥有就是核武器的数量和打击的这种能力但是美国呢，它单独搞了一个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就是说，如果美国就是用核武器打了别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想还手，他自己给自己穿了一件防弹背心怎么穿呢？因为美国它这个国家地理位置是面临着两洋，大西洋、太平洋。那么这个太平洋方向呢，它把这个日本呢、韩国部署上就是相关的，就是对初段呢，导弹发射有初段、中段，就是刚发射，然后要打出大气层，然后从大气层以外飞行的时候，中段，然后再重返大气层叫末段。然后也就是对方要发射的这个初段的时候呢，他在韩国部署了萨德系统，他在日本呢就是周边部署了 X 波段雷达，就是专门探测你的这个发射弹道导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欧洲方向、东欧方向，它在罗马尼亚等一些国家部署了就是陆基的宙斯盾系统。当然，在这个太平洋方向呢，它有海基的宙斯盾系统，就是像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都有就是相应的这些标准2反导导弹，就是你发射了之后，它在中段进行拦截，这是第2道防线。还有呢，就是陆基中段拦截系统，就是从美国本土或者是周边的岛上发射的这些就是拦截弹。那当然打到自己脑袋上的时候还有爱国者导弹所以他认为呢自己就穿了一件防弹背心。你像俄罗斯
他可没有美国这么多钱，不可能在美国的周边，比如说在加拿大呀，或者是在古巴呀，我都部署上相应的这个雷达，我都部署上相应的导弹，我去防止美国的这个核武器来打我，那都不行，他没这么多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研究啊，就是我怎么刺穿你的这个防弹背心儿。第一，他发展的先锋导弹高超音速的20倍的音速，也就是说，你无论美国的你的这个卫星也好，这个侦察的雷达也好，你看见我，你没办法，你拦不住，这个速度太快了啊，因为是20倍的音速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高超音速。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发展海基的核武器，就是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搭载布拉瓦这样的导弹，因为布拉瓦呢是多弹头的，我一枚导弹打出去就是6个弹头就出去了，而且我连射4发，那你基本上就是一下拦这么多不同方向的导弹，你很难给拦住。而这样的核弹你是一枚都不能漏的一漏掉一枚，这个一个城市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它是采用包括从水下发射这个波塞冬这种核鱼雷那也可以打到对方的港口或者海岸线上，引起巨大的海啸所以呢，它采取这种就是刺穿你的这个就是独立搞的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那么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要求双方进行核查。俄罗斯开始呢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配合，就是说，如果我们互信不要搞这个对抗的话呢，我可以把我的这些就是波塞冬或者是就是高超音速的先锋导弹呢，都纳入到新削减战略导弹条约里边，就是我的这个数量要限制在里边。你比如说有多少枚，因为你这个数量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都是高超音速的，那这个拦截起来这个概率太低了，就拦截不住所以他本来是说我可以限制的，但是美国呢没有积极的回应这样就带来了麻烦，就是互不信任增加。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次双边的这个委员会，也就是美俄之间的双边委员会，是准备11月2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这样的会谈，从11月29号谈到12月6号，但俄罗斯说不行，这个时间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8月起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比较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乌克兰呢就准备进行大反攻，那么使俄罗斯的军队呢受到比较大的损伤。那么现在面临冬季那现在这个俄罗斯呢基本上使用的是就是导弹来打击一些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来巩固它的这个战场的形势，减少人员的这个直接在近战中的伤亡率。但是美国和北约还在继续拱火，还在就是希望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来消耗俄罗斯。所以俄罗斯他就说，那么既然如此你现在还是跟我互不信任，还是在制造或者延续这种矛盾，那我现在也不跟你谈什么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相关的内容或者是限制，咱们等到明年再说。因为现在俄罗斯还在继续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基础能源设施，让它这个冬天可能就不那么好过。那么就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运送的问题上呢，我想现在北约的各个国家的态度也并不是都完全一致，也有一些分歧。所以这个俄罗斯现在推迟谈判的时间呢，一个是不信任美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看俄乌冲突这个战场的态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再去和美国谈判。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